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继续聊西藏四部曲第3部《密宗双修》。故事从一个倔强的少年说起，他出生于1939年的四川荣县，离藏区不远，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1955年的时候，他以16岁的年纪考上了大学，很快凭借着自己的犀利文笔和充沛的精力，成为了这个学校中的学生团体当中的小头目。但是呢，在1958年反右运动席卷全国，他却成了花名册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极右派分子。21年后，1979年，他得以平反，终于回归到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叫谷子文，此时已经40岁了。本该安于平淡的生活，但是他却在1984年以45岁的年纪主动请缨，带领四川教师队援藏支教。此后的10多年，他在藏区徒步行走12万公里，有时骑马，有时化缘，走遍了整个藏区，结识了藏地里一个又一个的鲜活人物，有牧民，有小贩，有军官，有艺人，还有学者、官员、喇嘛等等等等。90年代初，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叫做《深入藏地》。这本书呢，在2002年由中国社科院出版，是研究西藏的重要纪实文献。在这本书的第6章当中，谷子文记载了一段他和藏族朋友穿越国境访问不丹佛母朱巴基米亚的故事。这段记录似乎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一段参与过双修的高级宗教人物的自述。介绍朱巴基米亚的自述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佛教、藏传佛教、密宗和双修的基础知识。大概公元前563年，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大王得了一个王子，这位王子天资聪慧，文武双全，俨然就是迦毗罗卫国的合格储君。但是王子成年以后呢，在巡游自己的国家时，不断的遇到老人、病人、死者和修行人，感受到了人间的生老病死的痛苦。他呢，时常坐在树下沉思，但是怎么也想不出来如何摆脱痛苦的方法。于是这位王子在他29岁的一个夜晚，悄悄地离开了熟睡中的老婆和刚刚出生的孩子，出家修道，成了一个修行人。他叫乔达摩悉达多，因为他是释迦族的储君，所以他出家以后被人尊称为释迦牟尼，释迦族的修行者。6年后，释迦牟尼说自己顿悟佛法，能化解人间一切苦厄，他是佛陀的化身，在人间弘法。于是我们把他叫做如来佛祖。他的种种言行被记录下来，成了今天的佛教显宗。而佛陀并非只有化身，还有法身。只有当你有了一定的修为以后，才能看见佛的法身。法身佛叫做比卢遮那，光明普照的意思，我们把它叫做大日如来。他的句句真言也被记载了下来，成了今天的佛教密宗。佛教在印度发展到最后的阶段呢，变成了密宗。密宗里不仅有佛，还有很多被佛降服的印度教的神魔。密宗和显宗相比了，密宗更加会降魔，也更高级，更新潮。于是在佛教诞生1000多年以后，吐蕃占卜看上了密宗，他派人将密宗取回了吐蕃，用来完成文成公主未尽的事业，继续降服本教神魔。恰好了，此时的阿拉伯帝国崛起，占领了北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这一带，屠杀佛教僧人。这些佛教僧人呢，就带着密宗逃往了吐蕃。这些僧人当中带来的密宗分为4派，前3派是老密，分别是四部、行部、瑜伽部；第4派是新密，叫做无上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代表人物就是莲花生，他也是从巴基斯坦逃难来到西藏的僧人。他受到了吐蕃占卜的重用，于是他带来的无上瑜伽部混合着100多年前文成公主带来的显宗佛法，再混合着本教的法门神魔，正式成为了藏传佛教。因此藏传佛教从一诞生就有3个特性。第一，这是大日如来法身佛的口传真言很高深，因此对佛法的释义权并不在显宗佛典之上，而是在于上师的言行。第二，无上瑜伽部里面有很多印度教的神魔，到了西藏以后又融入了很多本教的神魔。第三，这些神魔和高深的佛法融合以后，让藏传佛教里面有了印度信力派的法门，本教自然的原始献祭，还有显宗佛法的教义。
因此，简单的理解，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汉传的显宗佛教主要是按照释迦牟尼的佛典去修行，只虔诚于佛陀本身。而藏传佛教的密宗佛法呢，除了要虔诚于佛陀本身以外，更要虔诚于自己的上师，也就是带你修行的那位师父。因此呢，藏传佛教里面会有那么多教派，喇嘛、活佛、仁波切，这也就好理解了。他们都是佛陀在人间的代理人，他们对经典、对佛法有释义权。于是，在吐蕃后文成公主的时代，也是历史上吐蕃帝国最强盛的时代，莲花生成了第二佛陀。藏传佛教也以莲花生的心密无上瑜伽部为基础形成了。今天修行密宗是一定要有上师带领的，而且还要受灌顶，否则不允许阅读任何密宗典籍，如果阅读必下地狱。而灌顶呢，又分为很多级，受不同层次的灌顶以后，才能阅读不同层次的经典。最初级的灌顶呢，叫做水灌顶，上师呢会持一个装满圣水的宝瓶，将水洒在受灌者的头上，然后呢，用人头做的酒杯当中倒满青稞酒，让受灌顶者喝下去。从此呢，受灌顶者就正式进入了密门，可以在师父的带领下阅读密宗经典，修行密宗法门了。双修是密宗里受过非常高级灌顶的修行者才能修炼的法门，这当中具体的来龙去脉了，我们回到古子文的故事。1985年8月的一天，古子文和他的藏族哥们儿扎西泽人来到了不丹境内拜访佛母。扎西泽人曾经被这位佛母收留过10余年，所以古子文才有了这个机缘拜访佛母。佛母的住宅是一个城堡，城堡的大院内壁上画满了各种壁画，这些壁画呢诠释着密宗的教义。这些壁画上是一位位密宗的本尊大神，本尊大神也就是某个密宗教派最高的那一位上师。他们呢，一律都是青面獠牙，3头6臂，有的甚至有9个脑袋，30-40只手臂。这些大神呢，通通赤裸着身体，身子要么是一色青、一色绿、一色紫或者一色黑。大神的双臂呢，会搂着身前的一个女子，这位女子呢，正是佛母，她也是赤身裸体的，双腿张开，盘坐在大神的腰上。古子文看到这些壁画的期间呢，扎西泽人就跟他介绍说，藏传佛教在吐蕃王朝以前叫做前弘期，前弘期的始祖莲花生就开始用这种男女拥抱的和双修。到了后弘期呢，也就是朗达玛灭佛以后，最早的宁玛派僧人穿着红色的袈裟去走街串巷，所以说被叫做红教。这些红教僧人是可以娶佛母，可以生孩子的。后来萨迦派为了和红教区分，就将自己的庙宇上涂上了红白黑3色，所以他们叫做花教。花教的双修传到了蒙古，花教也可以娶妻生子。再到后来呢，到了噶举派，也就是俗称的白教，白教搞双修那就更普遍了。再到后来是格鲁派，也就是黄教，黄教对于双修是比较收敛的，所以很受藏民的好感。后来黄教也就是成了今天藏传佛教当中的最大教派。这些壁画中，大神搂着女人，他们男女一对，被称作欢喜佛，女的被叫做佛母或者明妃。我们马上要见到的这位佛母叫做朱巴基米亚，她非常有学问，精通梵文、藏文和英文，还精通禅宗、密宗2宗的佛教经典。说话间，有人来招呼他们进了房内，见到了佛母。献完哈达以后，大家坐定，古子文问了佛母第一个问题：您高寿？佛母说，他出生在不丹的吉格梅国王时代，14岁了做了佛母，40岁退居，住进了这座城堡。现在也就是1985年，已经66岁了，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从小都在印度读书，现在呢都在欧洲。自己30多岁的时候也在印度读书，学会了英文。60年代的时候呢，他给不丹的国王写了一篇很长的奏折，建议终止密修和大定。现在国民们还要选他当议员呢。接着古子文问了佛母第2个问题：密宗为什么要搞双修？佛母说，释迦牟尼说显宗修行要经历万世轮回，积德行善才能成佛，但是密宗无上瑜伽部的理论当中却有此生即刻成佛的理论，这个理论叫做乐空双运。这其实是一个从印度教当中拿来的理论，乐就是指的男女和时的大乐，空就是指的一切皆空的觉悟，双就是指的男女必须一对，运就是具体的方法，也叫做男女和大定。
这就是说，只有在大乐中去聚精会神的观空，就能够迅速的达到空的境界，达到了空的境界，也就成佛了。这一理论恰好迎合了本教文化中的生殖崇拜，于是呢，立刻在雪域高原上就扎了根，这就是密宗双修的来源。然后古子文问了第3个问题，关于乐空双运的具体细节。佛母在地垫上盘腿而坐，接着讲出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小基米亚是这条山谷中村子里的一个小女孩，那个时候14岁。无上瑜伽部也叫做金刚城，僧人们大多自称金刚。一位叫做猪八的金刚在路过村子的时候看上了小基米亚，要小基米亚做他的佛母。在那个时代，不单政教合一，女孩要是能把身体献给佛祖当佛母，这是件极其荣耀的事情。于是小基米亚就欣然同意了。接着金刚猪八将小基米亚带到了首都廷布，在廷布的一间大寺庙里呢，小基米亚见到了金刚猪八的上司金刚鲁巴，然后进了鲁巴的密谈。鲁巴先要对小姑娘进行金刚莲花仪式，也就是观空小姑娘的身体。这之后呢，小姑娘就从熟女身变为了天女身，成为了明妃。这个仪式也叫做明妃加持。然后大师拿着小姑娘的手走进了帷幔之内，按照达特罗法，大师抱着小姑娘坐入了自己的怀中，这叫做男女和合大定。在和合大定中，金刚大师是不能动的，要把思想集中在体验大乐之上，去观空大日如来的本尊。所有的动作都是由明妃完成的。当明妃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密宗典籍中规定，明妃至少要懂30多种和合大定的姿势。上面的仪式呢叫做密灌顶，然后是会灌顶。当小姑娘和大金刚鲁巴入定的时候呢，鲁巴的弟子猪八要跪在帷帐之外，心里观想着大日如来。当鲁巴大师完成入定以后呢，立刻会拉着小姑娘的手走出帷帐。这个时候，大师会用大拇指和无名指从小姑娘的体内取出红白2珠摩尼宝。大师口念咒语，将这红白2珠摩尼宝放入弟子的口中，让弟子咽下。这之后，大师把和合大定之后的小姑娘交到弟子的手中，念道：诸佛为证，将依受辱。然后告诫弟子要遵从密修的方法，不得追求世俗的淫欲，否则不成正果，反下地狱。紧接着呢，大师就会命令弟子按照自己刚刚的示范再修炼一遍和合大定。弟子一边入定体验大乐，大师一边在旁指导。从此以后呢，小基米亚就成了猪八的明妃，她的全名也成了猪八基米亚佛母。这之后，金刚猪八就算受完了会灌顶，可以修炼双修法了。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是金刚猪八和基米亚佛母长年累月漫长的乐空双运的修炼。后来小基米亚老了，还生了2个孩子，猪八金刚就又找了好几位年轻的佛母。但是呢，基米亚是这当中最好学的一个，他跟着金刚猪八学了很多知识，梵文、藏文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讲完上面的故事以后呢，基米亚又说，我在孟买读书的时候终于明白过来了，我做佛母并不是什么奉献，而是在受虐待。于是我毕业后回到了不丹，就给当时正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国王写了终止密修和合大定的奏章。到了60年代末，不丹废除了熔炉制，政教合一的国家体系解体，国王宣布和合大定为非法。好了，我们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最后要说明，藏传佛教、密宗、双修这些内容远不止我上面的介绍，如何理解这些文化，还需要大家去探索。